坐吧。爸，儿子不孝，不能给您延续李家的血脉。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啊，薇薇也是。谢谢您刚才帮我圆那个谎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儿子，既然这个女人是你自己亲自选择的，那我们就要对人家负责任到底。遇上再大的事儿，我们也不能退却，不能抛弃。哎，当然了，没有自己的亲生孙子，憾事啊，让谁心里都会难受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就生活呀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呢。既然已成事实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坦然接受，笑对人生，好吗，儿子？好。我想出了万全之策，我仔细研究了邀请函上面的时间，从现在到开学的日子正好是12个月，所以只要我在这个月把孩子怀上的话，那10个月之后孩子出生，我有1个月的时间去坐月子，还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去恢复，我到时候正好就赶上了入学的日子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你也太智慧了。但是前提是必须在这1个月把孩子怀上。哟，这时间确实有点紧迫。干嘛呀？把你妈提溜来了，什么话不能回家说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怀孕的事儿。那天不都在家说好了吗？还有什么呀？那个妈，就是上次啊，就我觉得我们俩就做的特别不好，不懂事儿，就不理解您一心要当姥姥这样一个心情。作为女儿，我很羞愧；作为女婿，我也感到很羞愧。所以说妈，我们俩回来经过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很深刻，很深刻。妈，我们俩就是下定决心，要把桃子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，作为本月的头等大事，重中之重。妈，您放心，这个月我一定努力让桃子怀上孕。妈，您别太激动，您激动什么呀？不是您哭。哎呦，妈，这是高兴的事儿，这是好事儿，妈。盼了多少年了，我怎么激动了？我跟你说，果然，我真没想到，你们一下子把这个事情提升这个高度，太好了，太好，都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那个，哎呀妈呀，咱目标空前的一致。我跟你说，有时候想想这事儿哈，天意，就是天意。不是妈，但是那你上次在会上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？对，算不算数？妈，会上说啥来着？就是说我要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就能去法国。算呢，妈什么时候不是一言九鼎，说话绝对算话。我跟你说，把孩儿一生，扔给我，立马走人，一刻都不留。完了事
事，我非洲，我拍雄狮，我拍长颈鹿去。果然，拍完了之后办个展览是吧？让我抱着你看。哎呀妈呀！我跟你说这事儿哈，妈有宏伟的计划，妈一切都成熟在胸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们呢，只要听我的命令，然后呢，我就告诉你们怎么着，你们就按我的去做。妈保证让你们怀一个优质的孩儿，健康的宝宝。你们呢，就记住俩字儿：配合。50、57，加油！35、36、59。就这么着了。什么就这么着了呀？再练10个算送我的行吗？不是刚才不是50多吗？怎么成20多了？我还没从10算起呢。2、1，耶，胜利！歇会儿，一会儿再练10个啊。这36.5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没戏，还在安全期的意思。纪律如下：第1条，不许喝酒啊！说你呢，不许喝酒。老师跟我说什么时候能到危险期？快，别着急，也就3天5载吧。提前彩排行吗？不行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再问你一次，行还是不行？不行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出去跑2圈来。买早餐回来啊！哎，跑了几圈啊？都豆浆呢？什么豆浆？不是说好了说跑5圈回来把豆浆买回来吗？去，赶快接着跑去。我上午我有事，我上午要拍2只大松狮。不是这工作重要，生孩子重要啊！你要是咱俩成功了，你到时候上非洲去拍雄狮，你还拍什么素狮啊？去。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啊？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哦，我喜欢女孩，女孩爸爸的贴身小棉袄。我喜欢男孩，男孩是妈妈的守护神。让生龙凤胎，把小棉袄保护神全请家里来了。果然，你想象过没有啊？到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生命，他的眼睛长得像我，鼻子像你，手指头像我，脚趾头像你，那得多好玩啊！对。会说话了，喊我一声爸爸，我就昏死过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到时候肯定天天就抱着他，他肯定软软的。哎呀，我肯定天天就这么看着他，舍不得放下。可是。到时候他要真出生了，你说我还走得了吗？问你话呢？啊？什么？我说等这孩子出生了，我还走得了走不了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先生下来你就知道你能走还是不能走了。睡觉吧，宝贝儿，睡觉吧。明天上班呢。睡觉吧，睡觉吧。
喂。喂，果然啊，晚上有一个 party， 是公司首席摄影师他过生日，我想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。这次复试他是主考官，这有多重要，我就不需要跟你解释了吧？那晚上6点钟，公司的多功能厅，你一定得来啊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应该过2天就能到货，然后到了之后你们就，哎，等一下啊，好。喂。喂，哎，老婆，你忙着呢哈？还行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就是晚上啊，他们那个《环球地理》杂志，说有一个什么首席摄影师的一个生日，然后说这人呢也是那个复试的一个考官，就是他们也希望我去跟那个人认识一下。就这样对我那个复试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帮助。你觉得我是去还是不去啊？去吧，但是就一条，不许喝酒。你放心，这我明白。就今天晚上很重要。你知道就好。果实他姥姥给你那重要文件里面全都说得清清楚楚的。第1条，不许喝酒，不许喝酒，不许喝酒，你听见没有？1口酒都不许喝啊！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我喝完酒之后什么后果。放心，你晚上等着我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干嘛呢？你拉着脸的，什么意思啊你？我有点不是太习惯。这是为了工作最起码的应酬，有什么不习惯的呀？我上1天班我不累啊，我不想下了班回家休息啊，我这干嘛呢？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觉得你犯不上这么做，没这个必要。不是，果然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这样？就是你根本就不懂得应酬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在座的这些都对你考复试有好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先不跟你扯这些。你看见没有？那边那个坐沙发上那个梳一背头那个，就是我们公司的首席摄影师孔海。你看见了吗？我带你过去认识认识啊。谢谢。来。对不起，今天不喝酒。哟，你不是以前挺能喝的吗？你，什么情况你？封山造林啊？造小人。行，不喝就不喝，你端着行不行？你跟人家碰个杯什么的，你到底咽没咽下去？谁看见了？拿着。那个8点钟准完是吧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？过来。嗨，麦盖，朗特埃莫诺塞。I miss you。好久不见。确实好久不见了。就是啊，你说你那么忙，想见你一次多不容易啊。确实很忙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头面人物，主管行政的金总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上海复试金总可是关键性人物啊。怎么称呼？你记得吗？金总就是前2天，你看几幅照片，你特别喜欢，你记不记得？特别喜欢那几幅。你不要提醒，不要提醒。我不提醒你。果然是吗？对。你真是果然啊？是。那必须握个手。哎呦，果然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哎呦，主要你这个名字就很响亮，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。你果然是一表人才啊！哎呀，才华横溢，人长得很真诚，一看应该算邻家男孩。好的，咱们先喝杯酒好不好？啊，好的。哎，我干了。啊，你没干哈？那我不介意的，没关系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一般人我会介意的，因为我被你的才华震撼了，你晓得吧？谢谢。我太喜欢你的作品，就你拍摄那个，他那个动物拍的呀，哎呦，让我太吃惊了。你知道我们这个家里养那个小狗狗啊，哎，我们有很多这种照片，但他拍的不同，他不像家养的，他像是在野外那种生存的狗，你晓得吧？因为我是研究动物的，哎，我对动物特别熟悉，你晓得，我也搞摄影，当年。啊，但现在已经高升了。我拍过很多动物，但达不到你那2张照片的效果。我不知为什么 why，
特别让我吃惊。你看赵忠祥老师的《动物世界》，我是经常看的，我都买碟片的，我研究动物呀。就赵忠祥老师解说那个，在一片草地上，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了。一条雌性狗，一条雄性狗在草坪上走着，它们到发情的季节。这彼此两种动物，不同的这个异性啊，他们对荷尔蒙都非常旺盛啊。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就是太让我震撼了，就像那个草地上的狗。关键你怎么拍到的？我要跟你切磋，真的，我到现在也拍不出这个效果。我一直研究动物呀。不，你这年轻有为，我看了照片根本不是你这个年龄拍的，让我特别震撼，你晓得吧？金总，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那个就是我觉得关于专业的问题，下次到了上海之后啊，你们俩找个时间坐下来慢慢聊。你现在不能聊吗？不是，我看孔海在那边，我想带他过去认识认识。好，我理解。那等你们先去，咱们一定要找时间切磋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一定要聊。不好意思啊，金总。Nice to meet you. Yeah. Please. 嗨，金总。哎呦，好，你们干嘛？我已经喝了啊。哎，你这个服装不太对，今天怎么穿个大牛仔褂子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可别让他缠上你，他可是我们公司的无敌话痨。今晚上他要缠上你就死定了，说的话是又没有逻辑又没有故事。看出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主管行政，公司人都怕他，除了我没人敢拒绝他。你不用那么大，其实你身材很好的，你的腰很细啊，你没必要遮那么大。他不像体态胖的人，其实你倒应该穿长一点。Hi, how are you? Maggie， 好久不见了。哇，你还是那么帅啊！好吗？哎，果然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首席摄影师孔海。这个是我的朋友果然，他现在已经通过咱们公司的初试了。啊，是吗？然后祝贺你啊！来，恭喜！恭喜！啊，对了 ，Maggie，刚才老板一直在找你，你要不要过去跟他打个招呼？哦，是吗？我刚才一直在找他呢。行，那我过去打个招呼。好。果然，我等下过来啊。失陪了。Hello waiter， 这酒帮我拿过来，给我来杯温水好吗？好的，先生，谢谢。先生，您的水。是果然小弟吧？哎呀，那个，金总，你走。哎，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啊？他呢？说什么见老板。哦，好，这太好了，正好咱们俩单独聊聊啊。哎呦，正想跟你聊呢。你这刚才分开以后，我在想什么吗？我一直在回忆你的简历，我全回忆起来了，因为你的照片征服我嘛。那个你以前是在民政局工作对不啦？哦，是我在那儿干了10年。哦，你看，很了不起。民政局我比较了解的，那个工作不要太稳定了啊。你看他管了很多事情。你看我们通常的登记、结婚、离婚，还有殡葬服务，还有安置办呀，对吧？分配工作啊，对民政系统管了很多，有服务于民生、老百姓的。而这个单位应该是比较稳定的，是吧？但它也同样很有生活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在这种单位工作，就是你这个阅历非常丰富，对吧？常经人间冷暖。